从去年2020年开始，如果在网上搜寻关于徕卡 M 卡口的镜头，就会看到这名字名将光学。尤其是关于那支 50mm f0.95 的镜头，好像很多人都在聊这支镜头对比徕卡的 50mm f0.95， 两支镜头的表现会有什么差异，值不值得买的一些评测等等。之前只听说过气功匠 Seven Artisan 的名字，但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就常看到名将光学 TT Artisan， 多了一家制造手动对焦镜头的品牌。据说 Seven Artisan 及 TT Artisan 的镜头制造都是由同一家制造公司提供。如果你们知道 Seven Artisan 或 TT Artisan 背后的合作关系，欢迎在以下留言分享。今天我想与大家聊这支 TT Artisan 名将光学的 50mm f1.4 ASPH 徕卡 M 卡口的镜头，规格上看起来好像与徕卡的 Summilux 50mm f1.4 ASPH 很相似，不过价格就要差个10倍以上。名将镜头马币要卖1500块左右，而徕卡 Summilux 就要卖17000到18000左右。就是因为这价格的差别，让我很好奇，到底这支名将镜头值不值得买？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支 M 卡口的 50mm 镜头，或许看完这评测视频，你会有所改观。除了徕卡、Woodlander、Zeiss 或气功匠，现在还有名将光学镜头可以做选择，或许你会买这支镜头。这支名将 50mm f1.4 握在手上感觉就很有分量，都是金属制造，做工真的很不错，质感又很高贵，连镜头盖也是金属制造，不像其他镜头多数只是提供塑料的镜头盖，镜头还提供一个像名贵手表的盒子，觉得名将很有诚意，在包装上下了点心思。镜头大约重398克，比徕卡的 Summilux 50mm 还要重63克左右，镜头也比徕卡 Summilux 长，直径就相差不大。不过名将这支镜头是使用 49mm 的粒径，名将的这支镜头对焦环真的做得比徕卡好，对焦时的感觉不会太松，需要使一点力度，又感觉很顺很滑，不会一下就转过头。从最近对焦到无线连，大约只要转个90度就可以了。光圈环是以半级的光圈转动，感觉上也很顺，可以从 f1.4 调整到 f16。镜头整体看起来做工不会输给徕卡的 Summilux 那支镜头。这支名将是 M 卡口的镜头，当然使用在徕卡 M 相机是最适合，数码或胶片 M 相机都可以使用。如果配合一些转接环，也可以在无反相机上使用。不过这支镜头没有电子的交界点，不能以相机自动修正镜头产生的问题。如果在徕卡 M 相机上使用这支镜头，就必须手动去选择徕卡相机里面的镜头修正设置。在这一方面，徕卡 Summilux 就占了优势。如果有 6-bit coded 的 Summilux， 镜头就会自动与 M 相机沟通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支名将镜头的表现。比起 Summilux 50mm， 在边缘视光、变形、抗耀光会有什么差别？这些照片都是使用徕卡 M10 来做测试。根据以上的测试对比，名将的边缘视光会比较明显，
不过通过机身或后期电脑软体修正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徕卡 Summilux 这支镜头也是会有边临视光的存在，只是它比名将这支镜头比较少了一点。然后在光圈 f4 就可以解决边临视光的问题。名将这支就要在 f5.6 以后才能完全解决。名将这支镜头也有稍微的变形，即使我选择徕卡 M 机身上的镜头修正设置，也都不能做变形的修正。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通过电脑软体来修正这变形的问题。徕卡 Summilux 这支镜头就没有变形的存在。在抗耀光的表现，名将在 f1.4 在某个角度的拍摄会有很奇怪的光环现象，不是每个角度都会产生这光环问题，所以在拍摄时必须要注意，要避免使用 f1.4 直接对着光源拍摄，或者缩小光圈来拍摄，这个光环的问题也就会减少发生。对于锐度这方面，名将这支镜头表现得很不错。对比徕卡 Summilux 这支镜头，在 f1.4 光圈全开，中央锐度可以说比徕卡 Summilux 这支还要锐。在缩小光圈，锐度都有所提升。两支镜头在 f 度过后，锐度就不相上下，一直到 f11 过后，锐度才开始下降。边角锐度，这两支镜头在 f1.4 都表现得很软，应该边角锐度不是这两支镜头的强项。当然，缩小光圈，边角锐度也会有所提升。我相信多数徕卡 M 卡口的玩家会买 50mm f1.4 ASBH 的镜头，是因为 f1.4 所产生的 bokeh 效果。如果要追求边角锐度的完美，应该必须买像 Summicron 50mm f2 的镜头。名将这支的 bokeh 效果我觉得也不错，背后虚化的效果也不会输给徕卡 Summilux 镜头。请先看看以下两组照片 A 或 B， 你觉得哪一组是属于名将，还是徕卡 Summilux 所拍摄？以下照片都是配合徕卡 M10 来做拍摄。好 ，A 组的照片是使用徕卡 Summilux，B 组是使用名将的镜头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你们认为这两组的 bokeh 有差别吗？欢迎大家在以下留言发表你的意见，让我们来讨论这事情。名将或徕卡 Summilux 都有指边的问题，即使打开机身的镜头修正控制，指边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唯一的办法只有透过 Lightroom 才能解决这指边的问题。以上的测试都是使用徕卡 M10 这台相机来做测试。这支名将镜头透过转接环使用在无反相机上，测试的结果也都一样。我是把它转接到索尼的 A7R3 上，边临视光、变形、抗耀光、锐度、bokeh 或指边的问题，跟以上的测试结果是一样的。只是唯一不同的地方，索尼机身上的镜头修正控制，即使开启它，也完全对这支镜头起不了修正的作用，完完全全必须透过 Lightroom 去做修正。所以想转接索尼无反相机的，必须要注意这一点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不是全部 M 卡口的镜头透过转接环，然后使用在无反相机上，都会有很好的效果。建议要先试一试。尤其是焦段等于全画幅35mm 或以下的，就要特别注意镜头边角的表现，比如锐度、边临视光等等的问题，不是都可以依靠软体去修正回来的。不过这支名将 50mm 在索尼的 A7R3 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，一使用 M10 的测试，结果大约都一样。我是已经把这支名将镜头买下来了。可以用在我的徕卡相机上，也可以用在索尼机身上。之前我是拥有过徕卡 Summilux 这支镜头，不过已经把它出掉，换成其他的镜头。
我一直都想找一支 F1.4 M 卡口的镜头，其实我是被名将的外表所吸引，做工真的很好，加上它的价格亲民，表现又不错，我觉得这支名将 50mm F1.4 ASBH 应该可以满足我的拍摄需求，不用花10倍以上的钱就可以拥有像徕卡 Summilux 的效果。当然，徕卡 Summilux 的优势只有这3点：边缘视光比较不明显，没有变形的问题，以及抗耀光能力佳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表现都与名将这支镜头不相上下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预算，可以直接买徕卡 Summilux， 毕竟徕卡是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品牌。徕卡铁粉、崇拜品牌价值的玩家们，买徕卡 Summilux 也没有错的，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而决定吧。有兴趣想买徕卡相机或镜头，还是要买名将 TTRD 的镜头，请到 YL Camera， 在吉隆坡一带有4家分店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嘿嘿，我是摄魔啦，摄影的摄，请按 Like 及 Subscribe。